好，当我们这个角色绘制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导入到我们的 A1 来对它进行一个绑定啊。好，首先我们把它关掉，我们打开 A1。好，A1 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个页面给擦掉啊，给擦掉。我们在这里点击新建合成，然后呢，我们宽度保持1920，高度保持1080啊，帧数率是30帧啊，持续时间是3分钟啊。好，我们点确定。好，紧接着我们点这里切换到项目，我们把我们刚刚绘制好的一个小角色导入进来。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Ctrl 加 R 啊，快捷键就是导入的意思。我们把刚刚这个角色导入进来。好，导入进来之后，这里出现了一个对话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选择导入种类啊，我们要把它切换到合成。然后这里保持文档大小啊，点确定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角色就导入进来了。我们把它拖入到我们的图层区。好，我们双击进入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发现我们的背景颜色啊太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背景颜色改一下啊。我们选中这个合成，右键啊，右键点击合成设置。这里有个背景颜色，看到没有啊？它现在是黑色，我们把它修改一下，改成稍微白一点啊。点确定。好，在这里再点确定。好，这样的话它就背景颜色啊就稍稍的白一点了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再干一件事，就是把我们这些所有的图层啊全部选中。选中之后，我们把它的栅格打开啊，一定要先把它的栅格打开，不然的话，你绑定之后再打开它的栅格会报错啊，会报错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咱把我们的人物啊稍稍的往中间移一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每一个图层的一个锚点位置啊，锚点位置。我们先看啊，第一个图层是什么？是胳膊，我们给它一个单独显示啊，就是独立显示，就让其他的图层不显示，只显示它这一个图层啊。我们选中这个图层，我们点击这里啊，这里看到没有？第一个空格，我们点击一下，这样的话，它只显示这一个图层了啊，其他的图层都被隐藏了啊，这个就叫做单独显示啊，也称为独立显示。好，我们把它独立显示之后，我们干嘛呢？我们看这里啊，当我们选中这个图层之后呢，我们发现它的锚点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它的锚点，它的锚点在这儿。我们要把它锚点更改一下啊，把它放到哪儿呢？把它放到这儿啊，放到我们这个胳膊的一个根部啊，放到我们胳膊的这一个根部。好，我们选择这个锚点工具，我们紧接着把它的锚点移动到这儿。好，移动到它的根部啊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胳膊就处理好了。紧接着我们再处理第二个，啊，把它关掉。这样的话，其他的图层又全部显示了啊。我们再处理第二个，我们再处理这个手臂，好吧？我们找到一下手臂这个图层啊。那手臂是什么？右边手臂是吧？好，右边手臂，我们给它一个单独显示啊，独立显示。好，我们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手臂的锚点在哪？锚点在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的锚点也移过来，放到它的根部。好，这样的话就 OK 了啊。紧接着啊，把这个先取消掉，再处理它的这一条胳膊啊，这一条胳膊，它是左边胳膊是吧？我们选中它，给它一个独立显示。我们切换到锚点工具，把它的锚点啊移动它的根部。好，这样就 OK 了啊。我们再切换到它的手臂啊，把它后面再关掉，然后我们把手臂的锚点也移到它的根部。好，紧接着我们再处理我们的大腿啊，大腿，我们找一下啊，右边大腿啊，给它一个单独显示。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大腿的锚点啊，在这个上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移下来，也放到它的根部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右边小腿。好，同样的，右边小腿它的锚点啊，我们也把它移下来，放到它的一个根部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左边小腿，左边大腿啊，左边大腿，给它一个单独显示。同样的，我们把它的锚点啊也移动到它的根部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左边小腿，同样的，我们也把它的锚点移动到它的根部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身体啊，身体的话，锚点
我们把它居中好了啊。身体的锚点我们就把它居中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头部，给它一个单独显示。我们头部的锚点呢，就给它放到这里啊，放到它的根部。这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操作，把它先关掉。我们可以把头部啊，我们的头部包括我们的眼睛啊、眉毛、嘴巴，把它打成一个包啊，打成一个包，就把它愈合成一下啊，愈合成一下。好，怎么操作呢？我们选中头部，再选中眼白，再选中眼珠，再选中嘴巴，再选中眉毛。好，我们全部选中之后，我们按 Ctrl 加 Shift 加 C， 我们把它愈合成一下啊，然后合成的名字呢，我们把它改成头部。啊，改成头部，然后点确定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头部啊就变成了一个整体啊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我们的眼睛、眉毛、嘴巴跟头部就变成了一个合成了啊，变成了一个整体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选中我们的头部，给它一个单独显示。我们再把它的锚点啊放到我们的头部的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好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角色的锚点啊就已经处理好了啊。好，那么紧接着啊，我们就要开始对这个角色啊进行绑定了啊。对于绑定呢，我们又要用到一款插件叫 Duke Bezel 啊 ，Duke Bezel 这款插件呢是专门用来绑定的啊，专门用来绑定的。待会儿呢，我一会儿把这个插件啊分享给大家啊。好，首先我们打开窗口，调出这个插件。好，窗口里面我们找到 Duke Bezel， 打开 Duke Bezel 之后，我们选中第一个绑定。点击一下，好，这里面呢都是用来绑定的一些工具啊，绑定的一些工具。那么首先呢，在绑定之前，我要强调一个事情啊，就是我们 Duke 它绑定的时候啊，它默认我们的身体，就是我们这个角色啊，它的肢体有3个图层啊，有3个图层，哪3个图层呢？分别是胳膊一个图层啊，手臂一个图层，还有一个图层就是手。但是我们这个角色啊，他没有给他画手啊，没有给他画手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用一个东西来代替它啊，代替它，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控制器啊。那控制器怎么创建呢？我们来到这里啊，看到没有？一个创建控制器，我们点击一下，然后这里的图形呢都是控制器的一个形状啊，控制器的一个形状。我们这里呢就给它创建一个这个啊，创建一个圆啊，给它创建一个圆。我们点击一下，好，我们点击完之后呢，预览窗口里面就多了一个这个。圆啊，多了这一个圆，看到没有啊？就是这个图层，我们把它放大一些啊，把它放大一些。哦，它这里面有缩放，有个表达式啊，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表达式给关掉啊。具体怎么关表达式呢？我们 Alt 键按住啊，鼠标左键在这个小码表上点击一下啊，它就关掉了啊，它就关掉了。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随意把它放大了啊。这里呢，我们放在这里啊，我们给它重新取个名字叫左手，好吧？啊，给它名称把这个图层的名称改一下，叫左手。好，紧接着我们再来给它这里的创建一个右手啊，创建一个控制器，就让它当做是它的右手。我们可以直接复制它 ，Ctrl 加 D 啊 ，Ctrl 加 D 就是复制加粘贴啊，复制加粘贴。然后复制出来之后，我们把它移动到右边。啊，跟我们的这个右手对齐啊，左手也对齐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的名称啊改一下，叫做右手。好，我们再来给它创建2个角啊，创建2个角的控制器。我们直接把它再 Ctrl 加 D 再复制一个啊。好，移下来，把它名称改一下，叫做左脚。啊，左脚。好，我们再 Ctrl 加 D， 给它移过来，这个当做是它的右脚啊，右脚控制器。名称改一下啊，右脚。好，把它位置稍稍对齐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4只控制器啊就已经创建好了啊。控制器其实用来代替它的一个手的啊，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画手，也没有画脚，不是没有画脚啊，是因为我们的 Duke 它默认啊，我们的肢体是3个图层
啊，我们这里的肢体呢只有2个图层，对不对？大腿一个图层，小腿一个图层。小腿里面呢包括了我们的脚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的 Duke 它是默认是3个图层啊，3个图层分别是大腿、小腿跟脚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呢我们用创建控制器来代替它的脚跟它的手啊，懂那意思吧？好，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来对它进行一个绑定啊，绑定。首先我们先绑定这只胳膊啊，绑定这只胳膊。这只胳膊是左手对吧？首先呢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我的选择顺序啊，选择顺序。我先选择了这个控制器啊，先选了这个控制器，然后左边再加选左边手臂啊，Ctrl 键按住哦，加选 ，Ctrl 键按住左键点击一下就是加选的意思啊。我先选这个控制器，再加选这个手臂啊，再加选这个胳膊。注意我的顺序，先选控制器，再选手臂，再选胳膊啊。这3个图层选好之后呢，点击第一个自动化绑定和创建反向动力学，我们点击一下看一下效果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左边的胳膊就已经完成了啊，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选中这个控制器动一下看一下，对吧？我们的左边胳膊就可以像人一样正常的进行了一个弯曲了，对吧？那有同学要问，那我的手臂的胳膊可以往上面弯呢？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那怎么切换到往上弯呢？就是它弯的一个角度啊，应该往上弯，它怎么弯呢？我们看这里啊，左边 IK 左边手臂啊，这个是哪个位置呢？我们先选中这个控制器啊，然后在它的效果空间里面，这里有一个 IK 左边手臂。然后它的第2个选项 reverse 啊 reverse 这个按钮呢，就是用来改变它手臂的一个弯曲方向的啊。怎么改变呢？把它后面的勾去掉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它就翻上面去了啊，翻上去了。我们把它打上，它就翻下面去了。我这个选项呢，我们也可以给它做关键帧的啊，也可以给它做关键帧的。好，这里呢我们就先不去演示了啊。我们紧接着，我们再绑定我们的右边的一个手臂。同样的，右边手臂，我们先选中这个控制器啊，先选中这控制器，再选中右边手臂啊，右边手臂，再加选右边胳膊。注意这个顺序哦，顺序千万不能错，顺序错的话会容易报错的啊，后面会报错的。先选控制器，再选手臂，再选胳膊。好，我们选好之后，3个图层选好了，3个图层选好之后，我们点击这里。自动化绑定和创建反向动力学，点击一下。好，创建好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对吧？我们的手就可以动了，但是我们的手臂这个图层位置好像是错的啊，这不着急，我们后边统一来调整一下啊。好，紧接着我们再处理我们的脚，我们先选中这个控制器啊，左脚，再选中左边小腿啊。左边小腿这个图层，再加选左边大腿。这样的话，我们3个图层就已经选好了啊。注意它的顺序，先控制器，再选小腿，再选大腿啊，3个图层选好之后，我们点击自动化绑定和创建反向动力学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就已经绑定好了。虽然它的关节方向是错的啊。那怎么更改我们的方向关节的一个方向呢？还是这个 reverse 还是这个 reverse， 我们把它勾去掉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这一下它的方向就对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来绑定这一条腿。先怎么选呢？顺序怎么选呢？先选控制器，对吧？再加选右边小腿，再加选右边大腿。好，全部选好之后呢，我们点击这里自动化绑定点击一下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呢就已经绑定好了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处理一下图层之间的位置关系图层之间的位置关系。我们先看身体好，身体呢这个图层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的2个胳膊呢，分别是一个在身体图层的后边，一个在身体图层的前边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
左边胳膊跟左边手臂是不是在身体图层的一个后方？左边胳膊啊，左边手臂，好，对的啊，它是在我们身体图层的一个后边，对吧？那再来看右边胳膊跟右边手臂，按理来说，我们的右边胳膊跟右边手臂应该在我们身体图层的一个上方，对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胳膊啊，右边手臂啊，右边手臂在我们身体图层的下方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把它拉上面来，拉到身体图层的上面来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它的一个关系就对了啊。它的手臂在转动的时候就在我们身体图层的上方了啊，身体图层的上方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个腿的一个图层关系啊。哎，这个位置关系好像有点错，对不对？啊，它也错了。我们这只腿啊，在这只腿的后方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这个关系吧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的人是往那个方向看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这只腿应该这只腿的后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转一下看一下，我们这个裤腿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裤腿盖在了这个腿的上面啊，盖在了这个腿的上面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图层关系要调整一下。我们找到左边小腿跟左边大腿啊，左边小腿在这儿，左边大腿啊在这儿。我们要把左边大腿放到这里，就是放到右边大腿跟右边小腿的下方。好，那么到这里呢，我们这个角色啊，它的一个四肢就已经绑定好了啊，我们的手臂跟我们的腿啊就已经绑定好了。我们来控制这个控制器，让我们这个角色的四肢进行一个位移啊，进行一个位移啊，是不是还很简单啊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来绑定人物的一个脸部啊，让他的嘴能动起来，让他能说话啊。